昨天刚加强的维鲁斯，它的加强很奇怪，因为在上个版本也就卡莎、泽利还有维鲁斯能玩，其他 AD 除了绝活，一般来说是玩不了的。结果一堆弱势 AD 没有加强把他给加强了，是不是 5.2 版本有他皮肤至于那个破败王不用担心，因为破败王下个版本有水晶玫瑰的皮肤，所以他不会大砍，顶多跟以前的人马一样小砍让你偶尔能玩到。毕竟现在班位坐穿再强的话，对吧？没人玩，谁买皮肤呀？虽然维鲁斯的加强有点不合理，但是他比卡莎好处理多了。虽然卡莎对线不如维鲁斯，但是只要能混住了，对吧？出个双抗鞋，对线混起来，到了中后期，护盾、位移、隐身，还有100%伤害，所以非常难处理。但是维鲁斯就好多了，他没有位移没有这个隐身，所以他的强度也没有那么恐怖，尤其特别是阵容。其实 AD 整体都偏弱，其他 AD 玩家觉得维鲁斯加强不合理，这个是应该的。但你要是玩中野的，你觉得维鲁斯加强，对吧？不合理，那太过分了你那个位置强的英雄一堆。符文和装备的话，在左下角，相位3黄加一个海闪。装备的话，这把打的是德莱文和日女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先做了护甲鞋。然后锡兰刀、峡谷双生。在下个版本5.2 版本，基本上3件套差不多就结束了。昨天我拉水友在体验服也玩了，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先锋变弱了前中期的节奏慢了一点，但是拿完大龙呢，节奏突然变快，一波就能平推，对局基本上就在17分钟左右。所以5.2 版本我建议拿前期比较猛的阵容，最好是打团强，因为只要大龙的一波团打赢了，你们就能立马翻盘。一定不要玩后期英雄，尤其是打野这个位置，下个版本你玩后期英雄就摆明了不想赢，玩个什么天使打野艾克打野、格温打野，这就是不想赢，知道吧？就什么强玩什么下个版本盲僧的强度又得上来，包括中单也别玩太弱的，毕竟中野是一体的，中单太弱的话打野不好搞事情。另外在体验服试玩了这几个新装备，我认为这个新装备有点陷阱。星石和焚天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你出了之后发现真的没有伤害。星石没有穿甲，在手游里面很难作为第一件装备，并且被动的这个 6%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前期真的很低，看不出来。至于那点护盾太薄了，还不如肉旗女的 W 给的多。焚天就更别说了昨天玩建模试了一下，你要是打团每个人都捅一下，确实能站住，但是打团你站住有什么用你得先把对面 C 位干死呀。而且手游这个锁敌打团很难一个个的 A 出来，所以这2件装备也就上单能出一出，打野就没必要出了。打野这个位置前中期就追求伤害，焚天和星石很明显是拉扯的装备，这版本怎么拉扯？除非上线之前大增强一波，不然就是陷阱。然后最骚的就是这个贪欲九头蛇，设计师把它做成了一个附魔，类似于端游以前的那个可血，主动释放，对周围的敌人造成自适应伤害，并且回复此次总伤害 15% 的生命值，6秒的冷却时间。你可能觉得这个效果还不错，但是经过体验服实测有点拉胯。我本以为能跟可血一样，对吧？残血吸一下能回大半管血，但是这个在3个人中间按一下才吸不到1/3血，3个人中才吸这么点，你还不如石像鬼石像鬼最起码半个血条，而且还不能重置普攻。真想让它变强的话把这个 CD 改成10秒，加一个血量越少回复越多，就跟以前的可血一样，这样还差不多。法师里就多了一件装备，就是这个铁男的专武灵能投射器，3100块，300生命值，60法强，7%的法穿，还有15的技能极速。它的被动类似于吸血鬼那样的转换，获得 4% 额外生命值的法术强度，最多只能获得60，并且受到伤害之后可以获得一个不能叠加的护盾。这个装备很多人说乌鸦能出，但说实话这个版本半肉半法的乌鸦我不推荐，乌鸦只能纯肉，而且这个被动远程的护盾量只有 60%， 乌鸦是远程，所以它的收益并不高，它就是一个纯粹的铁男专武。或许会有人问我要是玩吸血鬼出这个对吧？血量转换法强，法强再转回来，那不无敌了？想多了这个装备它不能和大帽一起出，吸血鬼就别想了。反正只要是需要高法强的英雄都不可能出它，毕竟你没有大帽哪来的高法强？其实下个版本最舒服的装备应该是取消光明和破坏效果的这个法爆，之前太强了价格特别贵，现在的话价格改回来了2900，所以下版本中路的法师第一件无脑选法爆。我怎么发现搞了几个新装备，战士的话不算吃到什么红利，反而法师因为法爆感觉下个版本强度又能上来了。反正不急5.2 版本还有20天更新，体验服反馈之后应该会加强这个新装备。另外这把的维鲁斯你们也看到了，加强之后的伤害你不用问我，你问这个人马他爽不爽。至于屏障和治疗加强，我的建议是能带虚弱就带虚弱，不要被某些歪节的忽悠你们放弃虚弱带这2个，一定不要信